全國大學生選拔賽直播開始時，距離我和周沐晨上場只剩3分鐘。他卻牽着喬安然走進候場區，手裡拿着已經更換搭檔的參賽證。喬安然穿着我親手縫制的銀白冰裙，腰間還用了母親留下的藍色水鑽。周沐晨提交診斷書，把我右踝的一點擦傷寫成嚴重韌帶損傷。他說不能因為我的任性，毀掉2個人3年的努力和國家訓練中心名額。我質問他憑什麼帶走極光，他卻回答那是團隊作品，不只屬於我。教練要求我先退賽，等待一個根本不會再出現的大學生組機會。就在檢錄即將關閉時，陸時也穿着冰球隊外套走進場館。他拎着一雙落滿灰塵的白色花滑冰鞋，蹲下替我重新檢查腳踝。昨晚完成的體檢、保險與合法候補文件證明，我和他都具備立即上場資格。周沐晨親手提交更換女伴申請，也因此讓陸時也的候補資格正式生效。陸時也穿上冰鞋，對我說：“8年前欠你的決賽，今天還給你。”星海前奏響起時，我習慣性用左腳敲冰2下。陸時也沒有遲疑，準確踩進8年前只有我們知道的起步節奏。旋轉時，我下意識抓住他的拇指，他也像從未離開過一樣收緊手掌。副歌來臨，8年前讓他重傷退役的反向托舉再次擺在我們面前。他只問我敢不敢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選擇把重量交給他。托舉完整落冰，全場在音樂結束前便已經起立鼓掌。星海技術分排名第2，極光靠更高難度暫時第1。網絡支持率卻超過80%，周沐晨立刻指控我早已和陸時也私下勾連。陸時也面對鏡頭說：“這8年一直等待的人只有他。”休息室裡，他提出2個月假交往，讓周沐晨的深情前任形象徹底失效。他也坦白付出不只為比賽，而是想重新啟動8年前冰刀事故的調查。喬安然很快公開極光編舞手稿，最後一頁卻多出周沐晨的簽名。他利用我們的共同雲端，宣稱情侶共同訓練的作品自然屬於2個人。學校因此暫時凍結極光的編舞署名，我和陸時也失去正式報名作品。我回到母親維修店後的小冰場，翻出自己保存多年的37本編舞筆記。陸時也從中選出《逆風》，那是我4年前被趕出少年隊後完成的節目。周沐晨曾嫌他太強勢，說沒有男搭檔願意陪女選手滑這種作品。這一次，我只把前半段上傳訓練系統，後半段全部留在筆記與冰上口授。3天後，喬安然發布的新節目連音樂起步和前4組動作都與《逆風》相同。周沐晨反過來指控我模仿他們，說我的筆記日期可以隨時補寫。我沒有立刻公開後半段，只整理原始草圖，建立日期和維修店監控。喬安然即將接受公開測試，而他腳下那塊冰已經準備替真正作者署名。公開測試開始後，喬安然順利完成逆風前4組動作。媒體稱讚他再次展現原創能力，評審給出的即時分數也很高。第5段音樂響起時，場館燈光突然熄滅，冰面投影逐頁亮起。每一個動作旁都有我的原始草圖、建立日期和筆記頁碼。我滑入場內，請喬安然說出他第一次完成這套動作的時間。他仍堅持筆記可以事後補寫，
只有正式影像才算證明。維修店保存8年的連續監控隨即播放，4年前的我已在小冰場練習同樣動作。當時喬安然人在國外，也還沒有認識周沐晨。記者開始追問竊取和虛假署名，他卻突然失去平衡摔倒。喬安然立刻指控我破壞冰鞋，要求取消我的比賽資格。陸時也從冰面撿起一顆固定螺絲，確認它被換成短1號規格。那顆螺絲並非自然鬆脫，而是有人刻意裝入無法承受高速旋轉的尺寸。當日負責檢查喬安然冰鞋的人正是周沐晨，作品與器材2條責任同時指向他。短螺絲讓母親重新打開封存8年的事故工具箱。官方報告指控他在陸時也冰鞋上使用錯誤尺寸固定釘。母親看了一眼便確認報告上的簽名根本不是自己的筆跡。他當年拒絕認錯後被保全趕出俱樂部，隔天媒體便收到偽造認錯聲明。陸家也曾被告知，母親為了讓我獨佔冠軍而破壞冰刀。陸時也承認父親為了冰場合作和賠償，選擇不公開反駁。那座俱樂部最大的器材贊助商，正是喬家旗下的耀星冰具。替喬安然檢查短螺絲的技師，同樣來自耀星器材組。母親仍想讓事情到此為止，我卻拒絕把他失去的8年稱作過去。一名退休倉管聯絡我們，說真正斷裂的冰刀並未銷毀，而是藏在耀星舊倉庫。他約見前突然發生車禍，手機也不翼而飛，舊案第一次露出真正的危險。我在更衣室撞見陸時也服用止痛藥，直接把藥瓶從他手裡拿走。隊醫警告他的左膝仍未康復，連續托舉可能影響冰球生涯。他承認自己清楚風險，付出也不是單純為了拿冠軍。陸時也說，他只想讓器材記錄重新接受審查，證明母親從未害過他。他的儲物櫃裡保存着8年事故新聞、公司變更和相關人事記錄。他在國外期間每年匿名支付維修店保養費，母親一直以為那是海外客戶。他還3次回國看我的比賽和生日，最後都因周沐晨在場而離開。我問他為什麼不直接搶，他靠近一步，反問現在是否還來得及。門外的冰球隊員聽見全部對話，用一陣咳嗽打斷了我們。陸家隨即撤回冰球隊全部贊助，逼他退出雙人滑與事故調查。隊員們拿出獎金、打工收入和社團基金，決定一起支持自己的隊長。我用匿名編舞賬號籌辦公益演出，第一次要求陸時也以後不能再瞞着我拿身體冒險。冰曜大賽公布30秒指定音樂挑戰，最高票隊伍可以選擇決賽順序。喬安然請來3名知名編舞師，1小時便取得50萬票。學校以庶民爭議為由拒絕借我主冰場，我只能回維修店的小冰場拍攝。冰面滿是修補痕跡，周沐晨公開嘲笑情懷無法換來冠軍。影片上線不久，沉寂已久的世界級匿名編舞賬號 North 突然轉發。轉發文字只有4個字：本人作品。票數從100萬一路攀升到800萬，全球合作選手也開始現身證明。我摘下帽子發布第一支露臉影片，公開承認自己就是 North。4年的海外編舞合約、付款記錄和原始訓練影片全部接受驗證。周沐晨仍說 North 可能是團隊賬號，冰曜大賽便請多名世界選手完成作者確認。
學校恢復，極光、雨、逆風的個人署名，周慕辰正式失去使用權。決賽前10天，一段8年前器材室監控突然出現在網路上。畫面顯示12歲的我在事故前碰過陸時野的冰鞋。周慕辰聲稱自己一直替我隱瞞，喬安然也把近期短螺絲事件連到8年前。North 的合作邀約和公益演出款項開始被質疑，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進過器材室。母親提醒我，那天是陸時野13歲生日。我只是把親手做的藍色星星鞋扣藏進他的鞋帶。材料收據和陸時野至今保存的鞋扣都證明那份生日禮物真實存在。我們找到監控公司的完整備份，畫面顯示我離開後仍有人進入。那名穿着耀星制服的人拆下冰刀，更換了整組固定架。他的右手有明顯机器燒傷，退休倉管確認俱樂部經理有相同傷痕。倉管承認當年受命調換冰刀，卻因兒子的工作和房貸仍不敢正式作證。隊醫確認陸時野若滑原板、逆風、左膝惡化幾率極高。我刪除2組高位托舉與高衝擊拋跳，他卻指出基礎分會大幅下降。我告訴他，自己不願為了證明能力，再看他被抬下冰場。退休倉管提供真正冰刀和換貨賬冊所在的倉庫位置。陸時野想獨自闖入，我拒絕讓他用違法和受傷替我拿證據。律師依完整監控、偽造報告和搬運線索申請緊急證據保全。為了讓喬家相信我們已經決裂，我們在公開訓練中按計劃爭吵。我指責他拿膝蓋換真相，他則反過來說我眼裡只有冠軍。我把星星鞋扣丟在冰面上，當眾宣布假交往與搭檔關係一起結束。喬安然立刻發文嘲諷我們走不到最後，周慕辰則再次提出替補名額。他為證明自己仍有用，親口說出喬家今晚便會清空耀星舊倉庫。通話錄音被立刻交給律師，法院也核發了緊急證據保全命令。我們沒有私闖，也沒有犧牲任何人，卻讓對手親自說出了轉移時間。警方、律師和鑑識人員依證據保全命令進入耀星舊倉庫。我陪母親留在律師事務所，透過即時執法影像觀看取證。陸時野以事故當事人身份留在倉庫外，沒有進入證物區。鑑識人員在最深處找到一座未登記器材櫃，門上貼着8年前少年隊編號。就在他們準備開櫃時，倉庫警報突然響起。加熱設備被外部賬號遠端啟動，消防灑水系統也早已遭人切斷。警方要求所有人撤離，鑑識人員先封鎖器材櫃所在區域。濃煙迅速遮住監控畫面，我只能聽見現場不斷傳來撤離指令。倉庫側門突然傳出老工人的求救聲。陸時野原本已退到安全區，卻轉身和消防員一起進入濃煙救人。新聞快訊稱多名取證人員受困，而我又一次隔着畫面等他從事故裡走出來。消防車封鎖道路後，我和母親趕到警戒線外等待。陸時野與消防員扶着退休老工人走出濃煙，只留下幾處輕微燙傷。他沒有碰任何證物，只在完成撤離後參與救援。穿着防火裝備的鑑識人員重新進場，完成器材櫃拍照、編號和封存。金屬箱在完整執法影像中開啟，真正斷裂的冰刀和固定架終於出現。
固定架序號屬於原廠早已召回的不合格批次。維修記錄證明母親使用的釘件尺寸完全正確，事故後才有人更換原件。箱中還保存偽造簽名、換貨記錄和那份並非母親書寫的認錯報告。同一瑕疵批次另外造成6名少年選手受傷，案件卻都被賠償和保密協議壓下。俱樂部經理賬冊顯示，他在調換器材後收到喬家公司款項，遠端縱火賬號也屬於他，指令來源與喬家公司內網重疊。冰協撤回母親8年前的責任報告，真正的冰刀終於替他說出遲到的清白。耀星接受調查後，冰協仍決定暫時保留喬安然的決賽資格。我支持這個決定，因為父親犯罪不能自動算進女兒的禁忌處分。他偷無與不實數名的責任，將由另一套程序獨立審查。決賽技術預估顯示，只有原版逆風能穩定壓過喬安然的新節目。修改版的基礎分明顯較低，媒體已經預測我們無法奪冠。隊醫再次檢查陸石野左膝，影像顯示舊韌帶和半月板仍承受壓力。高衝擊拋跳與連續高位托舉可能讓他永久離開冰場。部分教練勸我們只在決賽硬撐一次，之後再接受治療。陸石野說自己願意承受，也願意簽下所有風險文件。我告訴他，他的身體不是替母親翻案或替我奪冠的證明。我堅持使用已經刪除危險動作的版本，不接受他再用犧牲表達感情。陸石野第一次承認，自己也害怕輸掉復出後唯一一場全國大賽。我們重新定義勝利，不是完成最高難度，而是共同划完同意的節目。冠軍可能拿不到，但我不會再拿搭檔的人生替作品增加分數。我重新聽了一整夜，逆風把節目核心從對抗改成共同穿越。原本的高位托舉被改成低位連續轉換，減少陸石野膝蓋沉重。高衝擊拋跳則換成需要完全一致重心的雙人同步換刃。我加入一整段環形步法，要求我們分離後在同一個拍點重新交匯。陸石野提醒，同步性只要失誤便比單次高難度更明顯。我說這正是別人偷不走的部分，因為它來自我們共同滑過的8年。隊醫在每一段訓練後檢查疼痛、腫脹和活動角度。我們約定疼痛超過標準便立刻停止，不准用意志力隱瞞。陸石野簽下不得臨場增加難度的團隊備忘。冰球隊員協助模擬燈光、斷網和器材中斷，我們第一次零失誤滑完整套節目。我終於明白，真正的勝利不是把彼此拋到最高，而是一起完整回到冰面。冰協寄來撤回舊報告的初步通知，母親卻仍不敢在公開比賽碰選手冰協。我邀請他成為決賽正式器材檢查人，讓專業重新回到他手裡。母親依我現在的腳型定制一雙全新的白色冰鞋，鞋上的藍色星星扣取自我12歲那雙舊比賽鞋。冰刀、底板與每一顆螺絲都有獨立序號。檢查由母親、主辦方技師與第三方鑑識共同簽名。更衣區新增不聯網的離線攝影機，任何斷網都不會刪除影像。備用鞋完整封存，只有檢錄前發生異常才能開啟。陸石野的冰鞋也使用相同程序，不再由任何單一家族技師控制。母親第一次在鏡頭前解釋螺絲尺寸、扭力和固定架檢查方式。
最後，他蹲下替我繫上第一遍鞋帶，8年前顫抖的手終於重新穩定。決賽直播觀看人數突破1000萬，我們排在倒數第2組出場。喬安然是最後一組，只要完成高難度節目便可能直接超越。我穿上正式冰鞋試踩時，右腳底板傳來一聲極輕的金屬摩擦。母親立即阻止我上冰，當場拆開底板護片。2顆正式螺絲已被換成磨薄短釘，外觀看不出差異。一旦高速旋轉或落冰，短釘便會折斷，手法與8年前完全相同。主辦方封鎖後台並保全正式冰鞋，網路監控卻在半小時前中斷。距離上場只剩5分鐘，等待完整件事便等於自動退賽。母親打開原本準備賽後才送我的白色備用冰鞋，每顆螺絲序號與3方簽名都完整，離線攝影也證明封存未被打開。他在直播鏡頭前重新替我繫鞋帶，說：“媽媽做的冰鞋不會害你。”我穿着幾乎未磨合的新鞋，和路時也按原定低風險版本滑入冰場。全新的白色冰鞋第一次在正式賽場高速滑行。第一段密集同步步伐沒有任何失誤，路時也的左膝也保持穩定。第2段低位托舉按共同版本完成，它沒有被全場氣氛逼着臨時加難度。我們用連續換刃取代高衝擊拋跳，刃線在冰面交錯成完整圖案。環形步伐開始後，我們從冰場兩端分離。最後一個拍點，我和他重新交匯，重心、刃向與呼吸完全一致。路時也再次問我敢不敢，我回答這一次不需要賭命。最後的並行旋轉乾淨完成，音樂在2人同時落冰後停止。全場起立鼓掌，我們的技術基礎分卻不是最高。同步性、完成度與節目內容全部取得全場第一。總分暫列第一，我們第一次證明不用任何人的傷勢，也能把一場比賽滑贏。喬安然以最後一組身份上場，他的新節目基礎分仍高於我們。只要他穩定完成，我和路時也便可能失去第一。他滑過場邊時，我看見右腳底板反射出一道異常縫隙。那個角度與5分鐘前我冰鞋裡的磨薄短釘完全相同。喬安然已經開始為第一個高難度跳躍加速。我衝到護欄旁大喊停下，明知道這句話可能把冠軍重新交還給他。他下意識減速，以跪滑姿勢停在冰面中央。一顆磨薄短釘立刻從鞋底彈出，右腳冰刀整片向外歪斜。主辦方封存2雙冰鞋，並調出更衣區離線攝影。畫面裡同一名工作證人員先後進入我與喬安然的更衣區。他摘下帽子後露出周沐晨的臉，我也確定對手的安全比白送的冠軍更重要。周沐晨被工作人員和警方帶到冰場旁，所有鏡頭都對準了他。他承認喬正威用國家訓練中心推薦，要求自己先破壞我的冰鞋。完成後，他才知道喬家早已準備讓喬安然與海外搭檔訓練。周沐晨因被當成工具，又轉而破壞喬安然的冰鞋，企圖讓決賽整體取消。他跪在冰場中央，說自己只是太想贏，也太害怕失去所有機會。他甚至說我總能重新站起，所以才一次次相信把我推倒也沒關係。我回答，能夠站起來從不代表別人有權推倒我。周沐晨提出揭露喬家和正式作證，交換我再給他一次機會。
我拒絕把他本來就該承擔的責任當成獲得原諒的籌碼。警方帶走他，2雙冰鞋與離線影像也正式進入刑事調查。主辦方讓喬安然更換備用鞋，重新熱身，並由他自己選擇是否繼續。他放棄父親臨時安排的高難度版本，使用自己真正練過的節目上場。喬安然零失誤完成比賽，最終只比我們少3.2分。我和陸時也乾淨贏下冰耀全國冠軍，沒有靠退賽、受傷或違規加難度。頒獎台上，他替我扣回星星鞋扣，承認暗戀8年，我則主動吻了他。耀星冰具全部歷史批次接受調查，喬振威與俱樂部經理也遭到起訴。案件包括瑕疵產品、偽造報告、封口賠償、證據調換與倉庫縱火。冰協在全國媒體前撤銷母親的專業處分，公布完整事故報告。新的器材檢驗、事故通報與證物保存制度也正式建立。母親拒絕回到原本的大型俱樂部，將維修店旁小冰場擴建成新野青少年公益訓練中心。我以 North 身份成立個人編舞工作室，所有合約、版本和付款只使用自己的正式賬戶。陸時也接受膝蓋治療，暫停1個賽季，未來是否繼續雙人滑由他與醫療團隊共同決定。喬安然因偷舞、不實署名和造謠禁賽1年，周沐晨也失去全部比賽與推薦資格。1年後，我和陸時也受邀前往美國參加冰上巡演。巡演最後一支舞人是星海，卻不再使用最高、最危險的托舉。我們第一次在沒有恐懼的情況下完整落冰，也決定巡演後回台灣教孩子。我沒有拿回失去的8年，卻得到由自己決定的作品、冠軍、愛情和新人生。